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加入我们讨论最新国际国内题大白话的来宾，第一位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国立战略学者林玉芳，大家好。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将军，主持人好，大家好。来看看川普总是能够吸引全球的目光，每天都有不同的谈话，不管是他自己的社群发文还是受访哦。那这一次呢，是在空军1号有记者问他问题的时候，他又痛骂了记者，骂的是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听听这段谈话。Who you with? Wall Street Journal. That's right. Well, you people treat us so badly. Wall Street Journal has truly gone to hell. Go ahead. It's a rotten newspaper. You hear what I said? It's a rotten newspaper. I wouldn't tell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because it'd be wasting my time. There are talks, but I don't want to talk to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But look, Wall Street Journal is China-oriented. 真的是很尴尬，但记者其实很专业。华尔街日报记者只是问他说，俄乌战事接下来的谈判进度，然后以及相关的问题，就算被骂你是烂报纸哈，他记者并没有发怒，只是继续问那相关你跟中国大陆啊各种的关税谈判如何？他说他不会回答问题，因为你是烂报纸啊，所以这个国家很糟啦。天哪，他已经不知道多少次跟不同媒体发生正面冲突，包括白宫发言人一样哦，就是不停的骂记者。好，那是不是担心经济衰退？他继续上媒体访问，那每一次呢可能都有冲突，倒是这一次 NBC 的访谈里没有跟主持人吵架啦，但是他直接回应。主持人问：到底整个经济衰退对于美国来讲，会不会是一个很大的隐忧，是一个挑战？他说：这个问题呢，其实呢，他会对一切负责。那经济造成的影响，如果真的有的时候，他负责就对了嘛，哈。那所有的问题跟杨金龙在回答到底有没有受到美方压力的概念一样，并不是很清楚。但重点是，那现在对于美国经济的挑战，他负得了责吗？川普继续又预告了，2周之内要对药品加征关税。前一阵子大家等啊，台湾影响最大的其实就是这一件事情了。除了这个半导体、药品各种关税，其中药品是救命的，是攸关性命的一件事情。那现在如果美国的加征关税的药品行政命令马上要以扶植美国的本土制药为主的话，台湾将会是一个另外一个灾难的开始。保护主义连药都要来处理的时候，在影剧业也没有放过，从大到小，全球哪里什么大事小事，通通都要管。连这个关税在电影的部分，这种文化创意产业，他说啊，目前对于传出来的这个《卫报》的报道是说，川普认为啊，现在美国的好莱坞电影面临了这个灭亡的挑战，因此呢，将会考虑对于境外进入美国的电影苛征100%的关税。当然，白宫要出来洗地啦，就说没有，这个还没有确定怎么实施。但立刻他一讲完哦，就立刻就有好莱坞的大明星导演啊，这些人要去跟他开会了哈，所以这个大陆的媒体牛弹琴说好莱坞被吓坏了，很难想象好莱坞会有这样的命运。好莱坞一直是全球最强势的输出文化、输出意识形态的这样子的一个文化产业，赚的市场非常大的。但是想不到现在还要被保护吗？重点是好莱坞这些主流的，包括艺人啊、意识形态啊、加州啊，都是倾向于民主党。包括今年1月的时候，川普任命过席维斯·史特龙啊、梅尔·吉伯逊等等的去当所谓的好莱坞大使。然后他说好莱坞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强大、更好、更强。那怎么现在突然要灭亡了？那为什么呢？因为好莱坞成本越来越高，像复仇者联盟等等，在其他国家取径之外，更是各种动画啦、关税都要其他的国家动画啦、设计啦，都要其他的国家来帮忙代工。那对于美国来讲，撑不住吗？不过像吴吕中教授形容啊，没事，这个只要好莱坞的导演们答应帮川普拍个《川普传》啊，都不代志啊，可能就对好莱坞就减少冲击了吗？那美汽冲击很大，汽车产业不用讲了，关税虽然汽车的关税有各式各样想要放松的宣布迹象，福特也撤回了年度的财测了，因为川普各种的关税政策里头，已经直接减损了15亿美元的收益，未来还很不可控。重点是风险是不可控的，包括芭比娃娃在美国的国内要变贵了，这个执行长证实必须要这样才有办法因应关税战。更深度的观察分析，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教授说，短时间之内实现在美国国内要生产所有的制造业
当然不可能啊，只会付出更多的代价。相对于生产过程的本身，这供应链那么的长，关税产生的不确定就是高风险，才是最昂贵的，也是让整个市场崩盘、没有信心的关键原因。那以这个目前亚币啊，台币是暴力升值，今天稳住了，守住了，杨永龙讲的嘛，守住到30块了嘛哈。但是整个亚币全面窜高，出售美币、美债、美元，这个成为一个剧烈市场波动的来源。那随着这种恶劣关税的回波之后，中国的离岸人民币反而跃升到6个月的高点，而离岸人民币从11月以来就开始产生这样子的水准了。市场的乐观度正在转变，大家都在丢美元跟抛美债吗？这是一个趋势吗？中国银行的研究院副院长说，随着美元信心下滑，越来越多的中外企业选择以人民币进行国际结算。总之是去美元化直接由川普所造成吗？或者是人民币首次纳入东协的3个资金里面的兑换倡议多边化的结果？而这个人民币的崛起，其实恐怕本来已经推这么久，都反而这次是被川普政策给推动快速的形成吗？或者是抛售美元的交易盛行？美国财政部长还跳出来安慰投资人他说：“哎呀，美国是国际资金的首选目的地，那避险过去一定买美元美债的，现在倒过来被抛售，跟川普想要的结果是这样吗？”然后他说：“川普不会，政策会强化这样的地位，长期来看，从来没有投资美国的坏时机。”都还不是最坏啊，就是尤其是现在不坏，赶快继续买，继续投资。但对于川普来讲，不管骂媒体或者每天一日数变的政策，影响的是全球的风险指数没有办法控制。巴菲特都认为，这个美元如果一直往地狱下走，其实就是如果一直在往下跌，对，一直下跌下去，就是往地狱方向走的时候，那对于他来讲才不会投资在美元上面。所以他长期是比较看好说，到日本去投资吧，或许是一个比较有未来的。这代表一个讯息，这个讯息就是，如果真的按照传言所说的，说川普他们当初有一个所谓的这个海湖庄园的一个汇率有一个协议，那海湖协议里面就是要把这个美元把它弱势。然后台币要升值，当时还传出说升1日头的，这个还得了啊？如果真的是升这个样子的话，我看我们台湾就像过去的日本一样也就是这个广场协议以后，日本衰落了这个30-40年，对不对？其实还在衰落中了，还没有复苏。但是如果真的是如此的话，那台湾跟哪一个可以贸易，根本都做不到了，连我们跟大陆的贸易的这种1000多亿的顺差可能都会有问题，因为当你台币升到这么高的时候，坦白说你怎么出口嘛？那如果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传说，那也等于是证实了这个川普的团队真的是要搞这个2刀策略，一方面把这个关税拉到最高，二方面把美元跌到最低。那这样的情形当然是非常有利于美国的出口，可是非常不利于美国的进口，而美国却是全世界最强大的一个消费国的一个市场。那一个这么强大的消费国的市场，它本身没有强大的工业生产制造力，而你要在短时间内让这些工厂全部都回流到美国来去设厂，要去美国的法律规章制度、环保，还有劳工，还有基础设施、能源，还有缺电。美国最严重的问题还在缺电呢。如果这些东西都这样假设，我们就设定说真的都回流的话，这些问题你都没办法短时间解决，没办法短时间解决，你的生产制造根本起不来的时候，你国内的已经很快的存货都要见底的这些零售商，就是大卖场了，他们的货架都要空了，而你美国自己也生产制造不出来的话，那美国国内先出问题了。你国内出问题，然后你把整个世界的经济打趴下去以后，你的出口也没有占到便宜啊，因为大家的购买力都减弱了，所以你也卖不出去东西，然后你也买不进来东西，那当然有可能会进入一个大萧条，而且很有可能会造成很严重的通货膨胀。所以这些人在逻辑上在象牙塔里面自己想象一手高关税，一手低货币政策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就能够让制造业都回到美国来，我觉得想得太天真。更何况就是7-8成的美国人民调
都说应该美国要发展制造业，可是，在问的时候，你要不要你的孩子或者你自己从事制造业？蓝领，不愿意，7、8成说我不愿意。那这个不是自相矛盾吗？希望制造业到美国来，又不愿意去从事制造业，那当然要用外籍劳工，外籍劳工又不让他进来。那这样的一个情形，对美国来讲，简直是一切都在矛盾中，可是它却发生了。我觉得，川普把这个国家搞得大家紧张兮兮的。好，那当他一开始要搞的时候，就是在刚刚上任1月20号，2月开始要搞这个贸易战的时候，华尔街就批他了。华尔街批他，你是自闭症，你在搞自闭。最开放的美国市场搞自闭。对，你在开放，你把一个你本来是全球最强大的经济体，然后呢，你本身是最强大的一个消费市场，所以你凭借着你的美元的优势，你可以享用全世界物美价廉的货品。其实，如果所有的货品都在美国生产制造的话，你美国的消费者就没有办法再享用如此物美价廉的商品了。你一定是物不见得好，但是价格一定贵，飙涨，一定飙涨。那你美国人再也没有办法像过去那样过日子。所以《华尔街日报》当然批评他嘛，而且你觉得他认为这是一个人类史上最愚蠢的一个贸易行为。那川普当然就被激怒了，因为他刚刚上任，准备要大打关税战的时候，华尔街就批他了，从此以后就结仇。川普这个人又记仇，而且记得很深啊！你看看骂过他的，他都记得啊。美联社啊，不追随他搞这个墨西哥湾改为美国湾啊，就不让他享受记者应该要有的权利，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的心胸有多狭窄。这种川普所创造的破坏式冲突，委员这个已经是很难回复的，包括美国的光荣包括一个自由开放的市场，包括这些政策关税杀下来，连药品都在杀。还有我们媒体心比较感觉强烈，就是连对于媒体正常互动的模式都已经消失了。对，他跟媒体的关系真的是很不好，除了这个福斯这个电视以外，都处得很不好。他对《纽约时报》也是批判很多次啊。那这个我倒觉得《华尔街日报》他讲说什么 China oriented， 好像这个新闻倾向于这个中国大陆，其实这跟中国大陆一点关系都没有。它是美朵的报系里面的报纸嘛，美朵什么时候这个倾向中国大陆？只是娶了个华裔，后来不是搞得不愉快就离婚了嘛，是这样子吧？最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在1月份的时候，他批判他什么？就是说你就是赦免那个。1月6号这个围国这个冲进国会的那批暴徒嘛，你不应该赦免他们嘛？他社论写这个，接着他批判他当时这个甘乃迪现在的卫生部的部长，说你的很多观点，像疫苗这些观点你危及公众的安全公众的健康这样子嘛。他当然还有批譬如他讲说那是1月的，2月他批他关税政策。所以你这个关税政策，比如那时候主要是针对加拿大跟墨西哥，记得吗？25%的关税是。他说你这样子，美国的汽车工人会倒霉，因为汽车会变得很贵，你就卖不出去，工人就会失业啊。所以他也批评他。过来就是最近4月份嘛，批评他的是什么？就梅朵嘛，不是那个叫做鲍尔嘛，联总会的这个主席鲍尔嘛，他一直威胁他要叫他走路批判他，如果这样不对嘛，联总会是要大公无私的嘛，他要独立于这个政治之外嘛，你这样子破坏他是不行的嘛。所以坦白讲，就这一点来讲我是赞美你看美国人的媒体，你看美国的，你看《纽约时报》也好，他现在川普批判的这个《华尔街日报》也好，当权者是川普，而川普是强横不讲理的一个人。所以你看《纽约时报》，对不对？然后这个 CNN 然后《华尔街日报》。对川普不假辞色的，照样挺直腰杆，照批你了。像台湾的媒体真的要自我检讨一下，你们都是拍当道的马屁，然后你看到很多的电视台接政府的案子接这么多，上亿的多少亿这样子一年接下来，你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软，这个就不是一个公正的媒体。那果然你去看他们哪一个是公正的？那几家哪一家是公正的？所以比起美国，虽然美国有川普，让全世界很多人在批判美国的民主政治，但是
美国至少有独立、有自尊的、勇敢的这样的一个站在人民这边的这样的一个媒体嘛。将军，当然我也不知道接下来会不会川普传拍了好莱坞就没事。我认为这个，因为这个亚币啊，不管是人民币、台币、日币，还韩币啊，这些都升值，的话，相对于美元贬值。那美元贬值的话，美元因为变成贬值，变成弱势货币，啊，买其他的东西都贵了。那美国非常仰赖进口货，那非常仰赖进口货，那就变成一看东西变成输入性的通货膨胀。输入性通货膨胀，大家一看这个都那么贵，就缩手，就变成停滞性通货膨胀，那不是就造成我们所说到的经济衰退？经济衰退，那就走上经济萧条了。那美国变成走上经济萧条，变成川普的关税，结果为了美国的经济发展好，结果反而造成美国的经济衰退的状况。所以川普的这个方面的做法，他应该是强化他的制造业，先把他的制造业强化起来之后，不再依赖向国外买这些东西，向中国大陆买廉价廉宜的东西了。对，因为他制造业起来了，他制造业现在还没有起来嘛。那现在搞这个关税战，让变成他元气都没有办法恢复了。那现在相对于其他的这些亚币都升值，包含台币都在升值，那人民币在升值。那以后这个东协10+3也把人民币当作融资货币，那这样美元的这种被人民币的取代性慢慢就增加了。那美元是不是就变成一直在弱势货币下去？那这样的话，大家以后不是以美元为交易的本币了，可能会有取代性。当然有欧元，还包括英镑，也包括人民币，都有可能啊。那这样的话，大家对那美元大家占的这种比重就会下降。那换句话，对美国来看的话，美国的强势货币就不在了。所以我认为川普他这个逻辑思维是不是要做一些调整？那现在他已经上任100天了，那造成这个状况，有连洗一半不得不洗下去啊，变成这个状况。因为刚开始错的时候，有时候不能再回头，一回头之后，那你当初为什么要做这方面的这种决策，这方面的推展？你看现在他自己都讲了，现在芭比娃娃都变贵了，因为芭比娃娃进口啊，美元贬值了嘛，当然芭比娃娃变贵了。那芭比娃娃只是个代表性，所有的东西只要是进口的都贵了，是这个样啊。那这些对美国的消费者来看，当然是马上就感觉到受影响。所以这些相对的这些中产阶级或蓝领阶级，在这一方面他们的感受更大。那这样的话，对川普来说，甚至我们可以讲到明年的美国其中选举，那未必对共和党有利哦。我认为这个都要从长计议，从广义的方面来做考量。接下来带大家看有趣的新闻，加拿大刚刚结束了国内的大选，那朝野几乎一致的共同共识就是要对抗川普的威胁。不过呢 ，Politico 的报道厉害了哈，美国的东北6个州的州长跟在美国美东的时间联名要5号的时候联名致函加拿大的6个省的省长，联手不是要统一啦，没有，也没有要加拿大变51州啦，是要干嘛呢？要一起举行会议，加强美加双边的经济联系，就川普政府所推动的关税政策，寻求应对的方案，变成联盟啦。反川联盟，美加各自的省啊、州长自己联手来干。那其实呢，在对中国政策的部分，当然我们看到川普政策有没有可能因为民调往下掉，经济通膨的压力要调整呢？他受访的时候也讲啊，有可能在适当时机会调降对中国大陆的关税，因为大陆需要跟我们做生意，他是这样说的。但问题是，到底中国大陆仍然强硬到完全不给台阶、楼梯、通话等等的。这个新闻把它对照来看，是因为2019年当时的任正非华为的老板就已经知道川普不用谈必谈啊，是这样吗？因为呢，当时在这个 G20 的大阪川习会的时候，2018刚发生孟晚舟事件，2019被问到，如果川普打电话给你的话，你愿不愿意接电话呢？金融时报记者问的问题，他回答：川普太忙了，有时间吗？他有耐心谈吗？怎么追问他都没有正面回应。最后他讲反正我也听不懂英文他搞房地产，我搞技术的，我们表达方式不一样，我也没有时间见他，忙着不动那现在好像习近平也是一样的回应，没有时间吗？而川普呢，这是玩笑还是造假？在他的川普的社群的账号上出现了一张照片，自己贴的耶，贴照片在方济各全球都在悼念他的逝世的时候，
出现了川普穿上教宗的照片的造型的照片放在自己的社群上，结果晒出这个照片之后，立刻引起了这个天主教的系统大家强烈的反弹，觉得非常的可恶、不尊重、羞辱。但是呢，川普在2号贴出来，到了5号，因为太多人骂了，他就说：“哦，是有人捏造我穿这样的照片，是 AI 是假的。”我完全不知道照片从哪里来的，但是不清楚出处，可是放在自己的社群账号上，到底这个否认要否认什么啊？你只是转贴吗？转贴那也是一样。他说开个玩笑不行吗？不好笑好吗？那对于川普的各种的政策很难笑，包括了学术的尊重。跟哈佛对干没有停下来，继续再度的冻结数十亿美元的资金补助给哈佛，因为哈佛不愿意接受他一连串包括审查的课程、接受的外籍学生，还有这个教授的等等的聘任的标准，所以呢，他就再度的施压，10亿美元也不给了，联邦经费一再的被砍哦。现在有84名哈佛的教授挺直了腰杆。他们除了向联邦法院提告说违反相关的法令，同时他们也愿意降低自己包括10%的薪水捐出来哦，大家一起来帮哈佛渡过难关，对抗川普。学术界这种所谓的这个宁静革命正在发生，哈佛还要可能被川普撤销非营利机构免税啊，反正拿钱来压你啊，这就是川普大富翁、大富豪的一贯的伎俩。但川普这个所谓破坏的影响是长久的，是深远的，因为包括了美国出走潮这件事情，不只是哈佛啦，各大学都有那种形容全球人才大班风的感觉，很多的人才学术界正在悄悄的移动。人才往其他地方板块去走，而川普回国的移民潮呢，美国人连去申请爱尔兰护照都创下了10年的新高。当然，在这个媒体引用的对象里头，很多路透社这些报道里面，很多是跟 DEI 也就是多元性别的议题有关的这个相关的人决定都出走，但是有更多来自于专业高科技的人民要出走的时候，美国还会像他讲的一样。再次的伟大吗？尤其是川普回国的移民潮，部分美国人还到欧洲新生活，科学家、法国、欧盟赶快来抢啊，这个是好时机。而现在这个风暴叫做精兵简政，前阵子马斯克砍了很多公务人员啊，现在还没有结束，五角大厦的瘦身，美国国防部长 Hurst 下令要砍掉20%的4星上将领哦。那这样的砍下来呢，他的 Hurst 是说，可以提高整体的这个美国军事的战力，来最大限度提升战略准备。哇，先前就讲这个武器啊、预算啊，已经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时刻，必须要不管维修或者是新的产品要建立的时候，反而现在连军事这样继续再砍下去会怎么样呢？像例如非法移民是川普最硬的政策之一，要把人全部赶走，但是呢，这个自愿遣返受到了法院反对，法院认为这个违法，因此美国国土安全部直接宣布啦，法院这个程序太冗长，成本很高，愿意只要你愿意走自愿遣返，我帮你出机票，还给你1000美元，你只要愿意这样做的话，你就还有机会来美国，否则永远都没有办法再来。川普对美国真的很有自信，那对于自己的人真的可以一直这么有信心下去吗？我觉得川普他面临一个决战了啊，因为他这次的关税战跟货币战如果失败的话，那川普后面的任期就很痛苦了，很辛苦了，因为一定是所有的压力都会进来，包括党内的压力都会进来，所以你会看到川普在硬撑，他的纳瓦罗啦等他们的团队都在硬撑。那问题就在于能够撑到什么时候啊？能够撑到什么时候？因为当他的货架都开始空了，然后产品再也没有进来，因为码头都说没有货柜轮进来了。大陆的货轮都没有进来的话，那他们的价值开始慢慢空了以后，看美国会发生什么事。你也看到了，那个凡斯前总统他的搭档已经跳出来反对他了，他就代表另外一股这个共和党内部的力量啊。那这股力量已经开始在反扑。我觉得对川普来讲，他面对于内外的一种交迫，所以所有本来要跟他签协议的国家，包括日本啊、欧盟等等，他们都往后退了。都在观察了啊，因为能够拖就尽量拖到7月以后，看你90天，你还要不要往后延？如果川普这90天还要往后延的话，川普就完蛋了。如果他不往后延，他还是实施贸易战，那固定化以后，很有可能欧盟就开始反制了。所以对川普来讲，他会面临很两难。所以现在他在跟时间赛跑，那是看谁先跪
我觉得最担心的就是台湾有一个人在先跪了啊，那就把台湾人的利益都出卖了。任正非代表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的一个大企业啊，其实他的话很委婉，但是大家都听得很懂的意思，也就是说，川普打电话给他，他也不会接，想要跟他见面，他也不会见。那为什么？因为谈了有什么好谈的？见了面有什么好见的？而如果我去见面的话，我等于是被招安。我们就可以看到，川普第一任的时候有2个人被招安到白宫去啊。那后来你看这个下场其实都不是很好啊。那你可以看到，这个任正非在2019年的时候他就有远见，他就知道说，你别想用我女儿来胁迫我作为人质，这一招没有用，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大是大非的面前。至于川普本身没有道德勇气啦，这个很明显的，当初他没有否认，就是 AI 教宗的照片，教宗的照片第一时间抛出来的时候，他没有否认，其实他还蛮开心的啊。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范斯还在帮他圆场，说这只不过就是一个笑话而已，一个开个玩笑而已，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后来越来越严重的是，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在美国的天主教徒有2成20%，这2成里面，在这一次的投票给川普的有60%，所以他的选票很大的一部分是来自于美国的天主教徒，6成哎。那他已经完全的得罪了美国的天主教徒，因为纽约的主教都直接说了，你这样嘲弄我们很难受，因为他不认为这是玩笑，他认为这是你在嘲弄我们，所以他们觉得很难受。而更何况是拉丁美洲是天主教的区域，还有欧洲里面像法国啦、意大利啊等，也都是天主教的区域。那你想，川普等于是同时得罪了一堆天主教的人，我觉得这样的一种玩笑，我个人认为是极没修养，而范斯更是一个野蛮人，没有修养的一个代表，还在帮他粉饰太平，现在想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的，这种人就是完全没有羞耻感，没有道德感。那他对于美国的大学，尤其是高等院校的这种打压，不但不给补助款，而且把科学研究的费用都拿掉，这样的情形造成他们的很多的研究计划推不动了，很多研究的进展推不动，这些科学家开始离开了。这些科学家离开当初有很多科学家来自于欧洲的，我们看到了这次欧盟跟法国他们联合在索邦大学，就是巴黎第3大学，因为那是一所欧洲最古老的大学，应该讲是欧洲第1所大学这索邦呢，这所大学是非常有声望，非常有历史，而且在学术地位非常崇高的一个大学。那当欧盟跟法国的总统在这个地方办一个研讨会，然后宣布欧盟未来3年还要再拿出5亿，法国另外再加1年1亿欧元来接待从美国离开的这些科学家，然后他们要法国的大学尽量的去接待这些从美国离开的科学家。他们已经宣布，目前第一波他们已经接待的，已经美国的科学家中已经占有25%了，非常高。所以他们发给他们叫做科学难民的身份。各位想想这个多讽刺啊！像纳粹时代一样。好像纳粹一样。也就是说，当初美国之所以后来能强大，就是在受到德国纳粹破坏的时候，欧洲的这些顶尖的科学家，包括爱因斯坦，他们离开欧洲跑到美国去，给美国的科学后来的整个经济科技领域带来繁荣。现在是欧洲把美国的这群被迫害的这些科学家给予科技难民的身份，这很讽刺回流回欧洲，我个人是觉得这个真的是人类史上最大的讽刺。是委员方济各他的离世，全球哀悼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是一个人道主义的标杆，得到了非常高的尊重。当被川普拿来当一个玩笑一样的羞辱的时候，难怪天主教徒无法忍受。全世界的天主教徒人数10几亿，大概将近14亿的样子所以这个天主教的人数是相当多的。不过不管怎么样，我对川普这位美国总统其实我都已经失望到，其实不太想批评他。我只能说，美国总统一直
这种近代的美国总统，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嘛，台湾人大家都很熟悉。为什么？因为美国对我们很重要。那我们在美国念书的，尤其念这个政治学的人，大家对美国总统这前面的10几位，大家都蛮熟悉的了。可是这个像他这样的一个总统，真的是没有见过。也就是说你的行为是非常的荒诞。不要讲他在当生意人的时候跟女孩子的关系怎么样，然后做生意的那个手段是不是好不好，我们不要讲。你当了总统以后，你看到什么就想要什么，看到格陵兰你要格陵兰，你看到加拿大也要也要，墨西哥湾也要改名，然后呢，你这个乌克兰还在打仗，每天死伤这么多人，你竟然就要逼迫乌克兰跟你签条约，你要拦止人家的这个稀土，这个是很少见。然后人家刚过世，而且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尊敬的一位教皇。你知道他生活的教宗非常的节省，以前的教皇都住很好的房子，他搬到很一般的客房去住，只为了更加的接近这个人民，而且非常敢批判这个世界上的这种政治啊，还有这些战争，他敢出来批判的。所以这样的让人很尊敬的，你现在你把自己打扮成这个样子，而且你还不应该监视他。美国骂人最狠的一句话就是 "You are liar"，你是说谎的人。我跟你讲，他真的是说谎。川普就是说谎的人，你自己出来的东西上面写的是你的账号在上面，最后白宫还替你转发，白宫转发的时候也是白宫的账号。你现在出来说不是，这是别人搞的。当一个美国总统毫无诚信的时候，请问这个世界是怎么看待美国这个国家？美国这样一个人民，美国选民的素质，你们选出这样的一个人出来，把这个世界搞得天下大乱。你现在去看洛杉矶的港口，美国东部的港口、西部的港口空空荡荡的，你搞一个关税，搞得全世界动荡不安。所以我只能说我对美国还是有信心的。其实一般的美国人民还是正直信教虔诚、正直，而且自由开放自由开放。你像一个美国总统，你要跟大学大战，跟哈佛这些常春藤的学校，你跟他们对干。我想这个总统，我只能说，我希望川普越早下台，对美国越好，对全世界都是越好。他终于这次说我只有4年了，之前讲他还有第3任那对军事上呢，五角大厦的瘦身，这次裁的是20%的4星将领。美国军队总共138万，那美国的4星上将总共38位，陆军9位，陆军11位，海军8位，空军比较多，空军12位，因为美国很重视空权。那海军陆战队3位，太空军3位，还有一个海岸防卫队有1位，所以总共加起来38位。那如果要裁掉20%，就裁掉1/5，1/5的话，38位的1/5大概要裁掉7位，大概是这样。那美国大概一般来讲，它的编制是这样子：36000人，36000个的军队产生1位上将，是这样来算。那它裁掉的话，最主要是为什么要裁那么多上将呢？因为每一个上将上面大概编制下有30个人，包含联合参谋官、包含行政官、侍卫士、驾驶、勤务兵，还有包括他的勤务，通通算进去。官邸的维护，大概一个上将大概要30位。那你如果裁7位的话，那换句话说，这个马上精简210个人，就210人就省下来了。所以为什么叫做精简，就变成了这个精兵简政。它原上这个金字塔上来的时候，越顶端要越少，它不希望越顶端会变大，所以它这个总共38位上将要裁掉7位的话，是剩下31位。那它36000人，那这比台湾升上将要难了，因为台湾大概26000人升1个上将，那美国是36000人多1万人才升1个上将。那他现在如果再裁掉这些的话，美国大概4万人的军队，4万到41000人的军队才会产生1个上将。那但是他问题是，他整个瘦身了，1个上将下面有30个人的编制，所以他这个先从大的地方先着手来开刀，是他的精兵简政是先从上面来走。
因为我们来看这个川普他要去对这些智库，也包括学校去缩减经费，我认为这不好，因为学校是人才库，教育是用教育的经费，教育的钱不要省，因为教育是培养人才，培养美国未来的竞争力。结果你把钱砍掉了，那优良的教授都跑掉了，跑到国外去了，因为他都是人才，大家会抢着要。那这样的话，美国的教育品质就会下降，因为没有钱，这些教授都会离开。那这样的话，美国的教育品质就下降，那美国以后下一代竞争力就会衰退哦。所以我认为川普啊，他这个大学的钱用来教育的钱，千万不要省。如果省的话，也是美国政策的一个错误。灾难啊，他已经在做了哈。接下来看看印巴冲突，全世界各地都有各种的对立冲突，持续地缘政治非常的紧张。印度宣布在印度河水协定哈，直接不让一滴水进到巴基斯坦，从水这里掐住巴基斯坦的喉咙。当然，互相有各种的演习啊、飞弹试射啊、小规模的冲突啊。以法新社报道的是，巴基斯坦在5号的时候进行了3天之内第2次的导弹试射。强调，我们虽然核弹啊，先前他们讲核弹随时准备好，那这是直接试射，告诉印度是说，你把我断水是吗？我们随时准备要来进行备战的状态了。而克什米亚那个次的恐怖攻击这个对峙期间，巴基斯坦的试射导弹，印度还下令继续演习。那一边演习，双方都各种的可能随时紧绷到什么时候？有没有可能产生直接2个核武国家的冲突？全球都在刷雷弹好吗？那南亚呢？普京致电印度总理，表示支持吗？俄罗斯跟中国大陆的态度，美国的态度会是这场冲突的关键。那么普京告诉印度总理说，我们会协助你打击恐怖主义，尤其是谴责在印度这个所发生的恐怖攻击呢，让无辜生命的丧生。而伊朗外交部部长是强调说，我们巴基斯坦告诉伊朗方面是说，伊斯坦堡从来没有反对过第三方调停的想法，还是希望有机会可以透过第3个国家来促成印巴的协议的和平的促成。中国大陆的态度是什么？中国大陆的特使重申，北京支持巴基斯坦在跟印度紧张局势当中保持和平跟稳定，就是没有必要这样子直接冲突大战打起来嘛。剑拔弩张之下，美国说话了副总统 Vance 才刚去了印度，那姿态放得很低说我的这个像非常谦卑，我的出身如何的这个很低下的态度来表示跟印度的关系要变得很好。可是他一走，现在冲突这么紧张他说呢，他希望巴基斯坦跟印度合作，继续追捕恐怖分子。那到底会不会对这次的双方的军事可能的冲突表达怎么样的态度？支持谁呢？是表达对印度的支持呢？没有直接归咎巴基斯坦，现在是看起来比较没有押宝或不愿意直接力挺印度的态度吗？那甚至说形容美中各怀鬼胎，是这个分析外媒的报道。他们认为中国大陆有一带一路各种旗舰计划的投入，可是呢，还是没有办法改变巴基斯坦冷战期间跟美国芥蒂的脉络所以互相在瓦解对方的系统，真正能够调停的，最后还是美国吗？但美国现在的态度，只是先再看看嘛。怎么说呢？印度把水资源，这是要人家命的武器化之后，希望迫使巴基斯坦在克什米亚的问题上面让步，但是呢，中巴加强合作的可能性却是往这个方向发展的，包括了空中紧张，巴基斯坦强化了 JF-17搭载中国长程飞弹更多的军事合作，还有在于引发伊斯兰国家反弹吗？包括了7架运输机飞到了巴基斯坦，印度媒体都认为是不是大量武器的协议来自于土耳其啦，这是各种国家的选边站。南海也是一样，现在冲突的火药味非常的高跟美菲的联合军演在 PK 啦。共军5号这一天也在南海训练，这个月已经第7次，一个月内已经有7次的演习了。那菲律宾海警出动船只指控什么5月初也有大陆的这个科考船加以监控互相都很对峙很紧张但是呢，美日意军舰继续在南海演习，强调他们要求跟中国大陆的呼吁要停止，大陆是说要停止搬弄是非，停止损害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到底是谁在破坏和平稳定？看到大陆的青州舰报道，各种的军力的秀肌肉，新一艘054B 的护卫舰在南海实战化训练了。戴老师，
印度的莫迪虽然在上一次的选举中这个赢得了选举连任，但是他是虽赢，可是是输的，因为他原本是最大的党，而且超过1/2，现在他已经连1/2都没超过，必须要跟第三党联合组成内阁。所以对于莫迪来讲，他的领导权威跟领导能力已经大受影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看到印度的资金开始在外流。华尔街的资金开始，美国的资金开始撤走，往中国这边移动。第三个就是印度的经济每况愈下。我个人是认为莫迪利用这个机会来把这个民粹主义把它炒高的意思，因为这个悲剧确实是发生在4月22号，那有26位的印度人，包含1位的尼泊尔人被杀，这是事实。那印度就指控是跟这个巴基斯坦的政府有关。巴基斯坦说没有关系，他们愿意由中国跟俄罗斯跟印度比较亲密，中国跟巴基斯坦比较亲密，说由他们两个国家组成联合这个调查团进来调查。印度还是把局势在升高了，那巴基斯坦就又提到说，那由联合国的第三方最公正的机构来调查，这样的情况还是没有办法满足印度的要求，也就是说。已经不再只是由俄国跟中国，而是由联合国的独立的调查机构进来调查，来证明说我们跟我们的情报机构跟这个恐怖主义没有关系，谁该负责？对。可是问题就在于，我们看到印度还是在把局势在升高。那现在要用断水的方法，可是我觉得印度如果真的断水，它会影响到整个下游的巴基斯坦人民的生活，这会引起国际间的人道主义的危机，因为它供应的整个灌溉的一个系统，这会造成这个恐慌的一个情况。我个人认为，如果印度真的是这样做的话，可能国际间的压力就会起来了。那在剑拔弩张彼此之间都不相示弱，在彼此之间的炮击也或者是机枪的扫射也很多。还好，我们目前看起来，虽然姿态做很大，但是没有把局面弄到不可收拾的地位。为什么？因为开火有几十次，甚至有人说到上百次，可是没有任何一个人伤亡，这就很有学问了开火几十次到上百次，没有人伤亡，那就代表彼此之间是把姿态都做很大，战机彼此之间对峙了好几次但是最终没有任何伤亡，也没有任何这个实质的损伤。对，实质的损伤。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我们看到彼此之间在升高的时候，美国范氏其实是第一时间介入斡旋的，但是很明显的，美国的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了。它既影响不了巴基斯坦，也影响不了印度，所以范氏去了一趟回来了以后，局势是一直在升高中，而不是在降温。这代表什么？代表美国在南亚地区的影响力已经不再存在了。那接着我们就来看看，那中国大陆对印度的影响力并不存在但是中国大陆对于巴基斯坦的影响力就在了，然后我们也留意到了，俄国也介入了，俄国对印度的影响力是存在的，所以普丁跟莫迪也通上了一个电话。那很明显的，中俄两国都希望印巴之间的冲突能够降温。那现在最后要看的是这两个国家能不能买这两个大国的账。可是我们留意到，美国在这一次中的影响力确实是比以前弱很多了。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印巴冲突到底会发展到多高的这个冲突层次呢？虽然一直有小规模冲突，印度把人家断了那接下来可能往哪边发展？双方各自在找盟友互相谈。这克什米尔的问题始终是印度跟巴基斯坦的冲突的最重要原因。其实是这个印巴的大战前面几场是最严重的，那第3场是主要是因为巴基斯坦分裂东巴基斯坦变成孟加拉国，这个内战所引发了印度插手，其他大概都是克什米尔问题。就是说你大部分都是伊斯兰教。然后你印度人就是强行占领了这么大的地方，所以他每一阵子就一定会有比较激进的这个团体出来闹事嘛。至于说断水真的如果断下去，这是大事。因为这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但是你要把水武器化的话，那你就要，我觉得印度不会做，他可能会有限度的做，然后最终还是会打开来。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跟他自己有切身的关系。中国大陆去年年底通过了一个案子，要在雅鲁藏布江的下游的地方要建一个水库。这个水库的发电量是三峡水库发电量的3倍半，所以这个中国大陆是很认真的要建这个水库，印度下了半死。那你建这个水库的话，你就真的把水这个武器化了，你随时可以把水一拦，那我底下就根本没有水了。当然孟加拉也跟着就要倒霉了。所以我觉得印度他不会愿意给中国大陆一个很光明正大的理由来对它进行断水未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断水情景不可能。然后这个事情因为牵涉到太多的国家的利益在里面啊，而且各有强大的支持者，我认为这个是最后应该是大事化小事，最后这个案子这个冲突的因素会继续存在，但是这一次要说打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这可能性我认为不会。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印巴冲突持续在延烧当中，但当中有美中甚至俄罗斯在背后互相角力的影子吗？我认为这个印度跟巴基斯坦没有必要为克什米尔这个小问题啊两个开战。我认为有3个因素，第一个，印度跟巴基斯坦都是核武国家，两个都各国都拥有170枚核武，两个为了克什米尔的这个地方就打核战，那还得了啊？那打核战没有赢家嘛，两个都输，所以不可能啊。他们会紧张对视，但是我认为不会开战，会这个会紧张对视，大家调兵遣将，喊话很凶一点，对，然后无人机在那边看来看去，绕来绕去，这边是看过来看过去，但是我认为不会爆发战争，会克什。第二个，那个中国大陆是巴基斯坦的铁杆，它两个互为铁杆嘛。那今天如果巴基斯坦印度要跟巴基斯坦开干，那印度的北方刚好中国大陆可能就在中印边境这边做演习啊。有可能呢，会给印度压力，那印度就变成它两面作战，一个西部对着巴基斯坦，北边的话对着中国大陆，那对印度不利嘛？印度它会自己算嘛？虽然印度军队多，印度的军队140万，巴基斯坦的军队只有70万，刚好就印度的一半。印度是居于绝对的优势在人数上面，但是问题是北边也有中国大陆跟巴基斯坦两个是互相那个在军事上几乎军事同盟是这样，